如果你觉得之前的拉锯战像是在挤牙膏，那么最近在扎波罗热发生的一切只能用洪水决堤崩盘来形容。而且这次给咱们爆料的不是别人，正是俄罗斯军事博主界的顶级流量 Rybar。 这位坐拥100万粉丝，一向以屁股歪向莫斯科著称的战地老兄，这次是真的彻底绷不住了。他在社交媒体上亲口承认，俄军在扎波罗热西线正经历一场血淋淋的大溃败。他在文案里字字泣血，说俄军几乎失去了过去几年费力夺取的所有领土。兄弟们，这可不是我在这儿瞎编，这是俄军核心圈自己人打脸的声音。听到这个消息，那些还在评论区硬洗的俄粉们，是不是觉得脸颊隐隐作痛？来，觉得这波大实话打脸够响的，先把乌克兰加油打出来，咱们接着往下拆解这出史诗级的崩盘大戏。咱们先深度剖析一下这个 Rybar 老兄到底说了什么，让他这种铁杆支持者如此绝望。 Rybar 在原文中提到，局势持续恶化，乌军靠着大规模无人机群和源源不断的新鲜增援，正把我们的部队从阵地上像推土机一样推走。特别是在斯捷普诺希尔斯克和帕夫利夫卡这2个关键方向，俄军的防线已经不是缺口，而是变成了大峡谷。乌军现在的战术简直是降维打击，无人机当眼睛，火炮当拳头，步兵只负责最后进去打扫战场。这种战术协同的流畅度，让对面的俄军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跟外星人打仗。之后 Rybar 甚至直接点破了俄军的命门，即由于缺乏有效的无人机对抗手段，且电子战系统几乎沦为摆设，俄军在阵地上就是活靶子。哪怕是过去几年俄军靠着人海战术拿命填出的所谓坚固工事，在乌军这种现代化打击体系面前，脆弱的就像一张被雨淋透的废报纸。这种技术代差带来的绝望感，比丢掉几个山头更让俄军前线官兵心理崩溃。说到这儿，我真的得点名批评一下某些还在闭眼吹的俄粉，他们到现在还在那儿自我催眠，称这是战术收缩，说这是在诱敌深入。拜托，地盘都快丢光了，都快退回战前原始线了，这叫诱敌深入？这分明是深入到自家老家去了。俄军在前线流血断气，某些人在后方疯狂注水，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连 Rybar 这种铁杆亲俄派都想掀桌子了。现在的现实是，乌军不仅在扎波罗热猛攻，他们的胃口大得惊人，目标是彻底瘫痪整个南部的俄军补给链。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俄军到底是怎么在短短几年内把一手好牌打得烂成这样的？其实 Rybar 在咆哮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即俄军全方位令人绝望的体系性坍塌。在现代战争中，如果你的掩体不具备防 FPV 无人机的顶层防护，那它就不是掩体，而是你亲手挖好的坟墓。乌军的 FPV 无人机现在已经进化成了带翅膀的手榴弹，而且是带 4K 超清摄像头的，它们能顺着俄军碉堡的射击孔，甚至火炮的炮管直接钻进去，然后在里面开个送别派对。这种心理压力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类都无法长期承受的。你能想象，当你正蹲在掩体里，手里还拿着一罐过期的俄式红烩牛肉，突然窗户外面飞进来一个嗡嗡作响的小黑点儿，你甚至来不及喊一声妈妈，一切就成了定格。这种无处遁形的恐惧，导致了俄军在前线出现了大面积的成建制逃亡。这也是为什么 Rybar 说阵地守不住的根本逻辑。人虽没死，但心已经散了。大家伙儿，你们觉得这种无人机恐惧症，如果是你遇到了，你能坚持多久？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不仅如此，乌军第21机械化旅的无人机操作员们现在还把 FPV 玩成了艺术，他们不仅炸坦克，还专门盯着俄军的补给卡车炸。俄军一旦没粮没弹，那再坚固的战壕也只是一条土沟。如在顿涅茨克方向，乌军就通过打击俄军后勤战术，已经将战线向东强势推进了近60公里，直接逼近了顿涅茨克市郊。这里的俄军也已出现了明显的惊慌逃窜迹象，甚至不惜遗弃成箱弹药和完好的防空设备。正如一位前线记者所说，乌军现在是跟一群没有灵魂的躯壳打仗，这种英勇与颓废的反差，才是扎波罗热大溃败的最真实的底色。除了扎波罗热，让我们转头看看那个曾经让俄罗斯骄傲的黑海。克赤大桥，那个被普京视为世纪工程和权力图腾的地方，最近又传来了咱们熟悉的爆炸声。在4月17日至19日这黄金3天里，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在塞瓦斯托波尔湾玩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深夜拆迁。据悉，此次乌军动用了最先进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隐身无人艇以及精准的巡航导弹，上演了一场多维打击的教科书。其在短短72小时内，
俄黑海舰队的5艘军舰就相继瘫痪，其中包括承担后勤核心重任的775型大型登陆舰亚马尔号和亚速号。要知道，这些军舰现在可是俄军维持南部战线补给的海上大动脉啊！一艘775型登陆舰是能运载数十辆坦克或数百名士兵的。结果在乌军围堵打击下，他们现在全都成了塞瓦斯托波尔港里的固定靶。此外，乌军还宣称击中了1171型尼古拉·菲尔琴科夫号。至于那个2014年被俄方扣押的指挥舰斯拉武季奇号，虽然处于半封存状态，但也难逃乌军的怒火，彻底失去了再利用价值。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阿尔法特种部队现在估计正对着卫星云图开香槟呢。至于大家在报道中看到黑海海岸线附近出现的那条长达7公里、宽1.5公里的黑色油污带，大概率就是俄军军舰被开肠破肚后的血迹。就是不知道乌军下一步会不会直接把科什大桥给彻底物理抹除了。觉得会的在左边扣1，觉得不会的在右边扣2。咱们看看大家的预判准不准。值得注意的是，在前线战斗中，乌军整出了一个叫利马的电子战系统黑科技，这玩意儿简直是俄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克星，是专治各种不服的良药。以前拦截高超音速导弹被吹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利马用实际数据证明了什么叫软杀伤的艺术。根据最新战报，仅在2026年第1季度，乌军的利马系统就成功软杀伤了26枚匕首导弹。它不是靠硬碰硬撞击，而是通过强大的 AI 算法，精确干扰了高超音速导弹最依赖的制导系统 GPS 和 GLONASS 卫星导航信号，甚至接管了其雷达导引头的频率。结果就是这些造价数百万美元的大杀器，在最后关头 CEP 大到离谱，直接钻进了荒地或海里。这种让导弹走错路的软杀伤手段，比直接击落更让俄军头疼，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与此同时，乌军的空中雄鹰也开始展翅了。在赫尔松左岸的奥列什基地区，乌军的 MiG-29 战机挂载着法国援助的 AESM 导引炸弹，不断对俄军无人机操作阵地、指挥所，甚至是藏在密林深处的铠甲 S1 防空系统发起打击。结果也不出意外，俄军设施通通成了 MiG-29 和 AESM 的功勋章。最搞笑的是，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的一处大型油库本来由禁防之王铠甲 S1 守卫，结果呢，面对乌军的饱和打击，铠甲系统不仅没拦住导弹，反而连雷达车带发射架一起化为了冲天火球，这就尴尬了。保护伞不仅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反而把乌军吸引过来，这到底是在保卫目标，还是在给目标招雷？可以说，现在的黑海早已不是俄罗斯的内湖，而是俄军技术神话的乱葬岗。最后，我们再把镜头切回苏美地区，来看看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俄军战术。由于正面战场被乌军打得抬不起头，俄军指挥官可能是受了地道战的启发，他们居然策划了一场地下检修涵道渗透战。俄兵试图利用乌兰戈伊、波马里、乌日戈罗德天然气管道周边的地下检修通道或废弃涵洞搞地下突袭。他们计划把一支摩托车和4轮摩托组成的突击队塞进狭窄的检修口，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乌军背后。结果呢，这种把戏在乌克兰第71独立空降旅面前，简直就像在透明鱼缸里游泳。乌军现在的侦察网早已接入了最先进的地声传感器和热成像监控，几十辆摩托车在地下通道里产生的震动和发动机余热，在乌军大屏幕上就像萤火虫一样耀眼。俄军刚从涵洞出口冒头，迎接他们的不是胜利的曙光，而是 FPV 无人机和迫击炮的洗礼。35名俄军士兵当场变成了涵洞亡魂，17人重伤。那些所谓的突击摩托车被炸成了废铁。这种战术上的极度偏激和病急乱投医，反映出俄军重型装备已经短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兄弟们，这种画面感你们能想象吗？一队曾经号称钢铁雄狮的士兵，现在只能骑着滑板车在阴暗潮湿的涵洞里钻来钻去，这对比是不是讽刺到了极点？反观乌军的反击，不仅在战壕里，更直插俄罗斯的钱袋子。4月18日凌晨，乌军的远程无人机群再次大规模突袭俄罗斯本土，萨马拉、列宁格勒、克拉斯诺达尔，凡是跟石油沾边的地方，通通变成了大型烟花现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罗夫迪通报说，这些打击让俄方的日总石油运输量暴跌了88万桶。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俄罗斯每天要白白损失掉1亿美元。
普京的战争机器是靠石油美元喂饱的，现在乌军就是在用无人机一刀一刀地割开俄军的血管。也是在这时，最荒诞的一幕发生了。当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燃起冲天大火时，当地的俄罗斯民众居然在旁边兴高采烈地打卡比耶。视频里的网红们甚至把这种灾难当成了绝佳的背景板。这说明什么？说明俄罗斯民众对这场战争的荣誉感早已消磨殆尽。这种民心的割裂才是克里姆林宫最无法修补的裂痕。而且国际援助也在这个节骨眼上补刀了，如德国改装的海王 MK41 直升机，英国援助的12万架无人机正源源不断地跨过边界，连法国的马克龙都开始公开讨论前沿核威慑，把带核武的战机部署在波兰，这招简直是绝杀。普京虽然威胁要把这些地方列为优先打击目标，但他面对乌克兰这种多维度高科技的降维打击，除了嘴硬还能剩什么？这场扎波罗热的大溃败只是一个加速衰亡的缩影，它预示着在2026年这个夏天，我们将看到一个曾经的军事帝国如何因为傲慢和代差，在勇敢者的土地上崩解。我们要向每一位在防线上守护家园的乌克兰勇士致敬，是他们用血肉之躯和智慧证明了正义终将战胜蛮力。好了，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支持正义，如果你也为乌军的勇武感到振奋，请点赞关注我的频道，支持我继续为大家带来前线真相。面对乌军这种多维度海陆空全方位的降维打击，你认为俄罗斯还能撑过这个夏天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